我一句话这个决定许多人的这个生死贵贱，这样很过瘾，很爽啊。那么这种追求财色要胜过其他人的这种快感啊，我想这个在古人就是所谓的英雄梦，现在还普遍存在。我认识的台湾某企业家，就是说他的这个人生的偶像就是成吉思汗，他大家不晓得这个成吉思汗杀了多少人。大家好，我是曹兴诚，这是我的 AI 小帮手，他叫阿叶，上面带个荷叶。阿叶啊，我们接续上一集啊，这次来谈谈这个人生的意义，好不好？这个主题太大，我怕观众看见这个题目就吓跑了。所以你不愿意谈这个题目？我担心我的记忆体容量不够，没办法提供完整的资讯。谈这个题目啊，你不用担心，我会聚焦在一个问题上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些什么好坏啊、是非啊、成败啊、得失这些两项对立，我们人生才有意义吗？难道没有这些两项对立，我们就人生找不到目标，没有方向，变得很消极吗？这样聚焦比较好，听众应该不会跑掉。老板英明。在谈下去之前呢，让我们假设一个场景，就有只这个雌蚊子啊，那在我们面前飞过去，那我们问他这个蚊子啊，说，哎，这个文女士，我们啊这个人要有人生，你们蚊子应该有纹身啊，请问你认为你的纹身意义是什么？我想这个雌蚊子可能会回答说，哎，你不要找我麻烦好不好？我就活1-2个月啊，你说纹身意义？我这么短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啊？不要啰嗦，让我叮一口，我好吸点血回去产卵。那么如果是这个照文女士这个说法，生命太短，所以没有意义。那么我们人呢？当然我们假设我们每个人呢平均活100岁啊，比方母蚊子可以活到2个月，那我们生命大概是比它这个长600倍啊。可是呢，100岁啊，在整个宇宙的时间里面，是基本上非常非常小的片段。我们的宇宙自从大爆炸诞生以来到现在，超过137亿年啊。地球的寿命到现在已经有46亿年，地球上开始有生物啊，到现在30亿年，都是用亿来算的。所以我们人生这个短短100年啊，时间实在很短。另外，我们从一个角度看，就是说，地球上啊，曾经活过的这个各种物种啊，现在算起来大概有50亿。可是呢，我们地球上现在生存的物种啊，大概有1000多万。换句话说呢，在地球上活过的物种，99%以上都灭绝了，消失了啊。那么想想，这么多物种都灭绝消失了，如果他们生存没什么意义，那我们人为什么就特别有意义呢？因为人生啊过于短暂，于是有人呢就希望说啊，我们有灵魂，我们有来世，或者是我们可以到天堂啊去得到永生。佛教有些人也讲说啊，人应该是有轮回的。很可惜啊，就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啊，大家都一切讲究证据啊。那么关于这个灵魂啊，这个来生啊、轮回啊，甚至永生啊，这个是因为没有根据嘛啊，都只是传说，所以现在信的人啊是越来越少。那我们谈到这个生死灵魂的问题啊，有一本书啊，我觉得蛮有意思啊，可以介绍给大家看。这个是耶鲁大学的这个哲学系的教授，他叫这个 Shelley Kagan。那么他这个写本书呢，就叫 Death 啊，就是死亡。来看死亡，台湾给它翻译出来叫做《令人着迷的生与死》。这本书呢，当然一般人看起来有点长啊，因为他那个哲学家谈事情都很钻牛角尖啊，绕来绕去，你看了会很花脑筋的啊。不过这里面他就讲说啊，照这个科学跟逻辑的推理啊，没有所谓灵魂，所以我们一般人的这个讲灵魂跟肉体可以分开啊。他说啊，没这回事啊，很可惜。
你生命的这个人死了，生命的结束，没有灵魂，啊，就死亡就是我们生命的终点。那么这个当然是有些人听起来有点那个难过啊。可是他这里面也讲啊，你不要一直想这个生命延长，你真的长生不老啊，那个你活得非常烦闷，因为我们人活的是喜欢看到有些新奇的东西，对吧？学点新的东西，去点新的地方啊，认识新的朋友。可是你活得够久啊，通通你就经历过之后无聊，生活就变无聊啊。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那个Tom Hanks 演的这个电影，这个英文叫做The Green Mile， 台湾这里的这个片名叫《绿色奇迹》。这个片里面讲这个 Tom Hanks 因为碰到一个这个黑人，他有超自然力，结果这个从那黑人身上得到一个能力，就是他不死，会老不死啊。那不死，当然你看他其实蛮悲惨的，是吧？永远在埋葬亲密的人，他朋友啊都活不过他，朋友先死了，一个人孤零零的，是吧？所以他不要去老是说想这个长生不老，因此回过头来我们看了，人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在几乎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一生就过了。那这样的短短时间呢，你还要每天争强好胜，还要贪嗔痴，这个有意义没意义呢？啊，那就比方说我们刚刚问那个蚊子活1-2个月，如果他们还每天比较竞争，看谁叮的血多，哦，那你说有没有意思呢？是没意思，是吧？那所以呢，两项对立啊，不仅会造成我们个人这个无谓的烦恼，而且会经常引发人类的战争。即使是同一个宗教里面呢，也难免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下面请阿叶介绍一下这个1618年到1648年欧洲的宗教战争。欧洲30年宗教战争起源是基督新教挑战传统的天主教权威所引起，因为涉及许多王权的正当性问题，所以当时许多中欧国家都卷入了这场冲突。估计在整个30年战争中，有大约800万人死亡，包括平民和军人。其中，德国的人口损失尤为惨重，有些地区的人口减少了30%至40%。这个30年战争是非常惨烈的。下面我们再请阿叶介绍一下，说蒙古人曾经大规模西征，杀了多少人？蒙古帝国的扩张在13世纪初至14世纪初，征服了亚洲、东欧和中东的许多地区，包括现在的中国、伊朗、伊拉克、阿富汗、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等。关于蒙古帝国征服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有数千万人。我们都知道，成吉思汗是蒙古霸权的这个建立者，他生于1162年，死于1227年，活了65年。那如果我们问成吉思汗跟其他那些蒙古人的头目说你们杀了这么多人你到底得到了什么？那么他可能会说，我得到很多钱财啊，女色而且很多人都要跟我跪拜臣服，我一句话这个决定许多人的这个生死贵贱，这样很过瘾，很爽啊。那么这种追求财色，然后要胜过其他人的这种快感我想这个在古人就是所谓的英雄梦现在还普遍存在我认识的台湾某企业家就是说他的这个人生的偶像就是成吉思汗他大家不晓得这个成吉思汗杀了多少人。那么我们过一看，毛泽东天天搞斗争，那谁对他权力有一点威胁立刻斗掉，非常残忍。你看他连这个他自己提拔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他提拔的这个共和国元帅林彪都会斗死。那这基本上就是他就是想成王成帝。毛泽东曾经写一首词，里面他说秦皇汉武秦始皇汉武帝略输文采，跟我来比文采不够唐宗宋祖这唐太宗宋太祖稍逊风骚，没我风流好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是弯弓射大雕，除了那射还是也不懂，没识字啊。所以他说啊，俱往矣，这些过去都过去了。数英雄人物啊，还看今朝。一说看我，好，我超过这所有这些以前的所谓的伟大的君主。所以这个词里面就透露出他这个要做这个帝王的这种狂妄。那么现在啊，中共喊什么民族伟大复兴，其实心里面反映的也就是这种想要君临天下这种帝王思想。那么面对像毛泽东这种充满帝王思想，或者像习近平想学习毛泽东要搞什么君临天下啊，什么民族伟大复兴，像这些人的话呢，他认为他人生目的就是要夺取这些财啊、色啊、权啊，让别人臣服于他，他觉得这样很爽。所以我们要这个让这些人呢改变他的行为，我们必须要向他证明啊，人生啊不用搞得两相对立，不用去夺取，不用去征服，你可以活得更爽。他如果知道，他就可能就把那个两相对立你争我抢那个念头会比较放下。那我们要怎么样活得更爽？其实只需要2个字，非常简单，叫止跟观。那么止跟观虽然简单，可是非常奥秘。内容呢，我们下次再说。谢谢大家。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